第351章，云岚宗上任宗主斗宗云山。犹如巨龙苏醒般的磅礴气势，转瞬间便是笼罩了整座云岚山。一股萧炎以前从未感受过的强大威压自云岚山深处蔓延而出，最后弥漫广场。顿时，广场上所有云岚宗弟子都是忍不住心中的那抹敬畏，对着气势蔓延处双膝跪了下去。而云冷以及那些云岚宗长老虽然并未行跪礼，可却也是恭敬地弯下了身。这股气势，纳兰嫣然美眸盯着云岚山深处，俏脸上也是浮现一抹震撼。他没想到今日之事，竟然是将这位闭关许久的师祖都是惊动了出来。糟了，这个老家伙竟然真的还没死！在气势苏醒的刹那，海波东的脸色便是豁然变了，低低的声音中有着掩饰不住的震惊。是上一届的云岚宗宗主云山。萧炎脸色也是在此刻阴沉了许多，想起那夜海波东说的话，他皱眉问道：海波东点了点头，声音低沉的道：看这股气势，他是真的突破了斗皇障壁，进入了斗宗级别呀。斗宗强者吗？萧炎手掌轻微的哆嗦了一下，他平生所见过的最强者也就是美杜莎女王以及那家刑天而已。虽然斗皇与斗宗仅仅是一阶之差，可这之间的差距却是天差地别。先前的海波东能够凭一己之力将3名斗王强者快速击败，而那斗宗强者想要击败3名斗皇，却同样不会困难到那里去。该死的，总是这样麻烦。抿着嘴，萧炎心中也着实被这一波三折的事故搞得有些不耐了。每次都以为能够离开之时，可却总是冒出一些意外。海老，既然云山真的出来了，那你恐怕也得退去了吧？猛然间想起当夜海波东的话，萧炎低声叹道。闻言，海波东一愣，脸色阴晴不定，好片刻之后，忽然咬了咬牙，道：虽然我这人不喜闲事，不过做事也得有始有终。今日就算云山真要阻拦，我也会尽力将你带下云岚山。望着那咬牙的海波东，萧炎怔了怔，旋即心头微暖。虽说海波东在这种时候都没有放弃，也是有着一些父子灵丹的缘故，可不管如何说，在冒着得罪云岚宗的风险下，他还愿意助自己脱险，这份情谊也是大出了萧炎的意料，至少远远比某些人要好很多。多谢了，海老，今日之助，萧炎谨记于心，日后在下必有所报。萧炎深吸了一口气，对着海波东拱了拱手，清秀脸庞极为认真。日后的事再说吧，现在还是先把那个老家伙给摆脱吧。在云山苏醒之时，这座云岚山便是笼罩在了他的气场之下，此时就算想走也并不容易了。海波东苦笑着摇了摇头，眼角瞟了一眼那悬浮在萧炎身后的庞大吞天蟒，再瞥了一眼不远处的灵影，心中不断盘算着双方的战斗力。在两人低声商谈之时，那自云岚山深处散发而出的磅礴气势也是越来越浓烈，到的最后，一道轻笑声猛然冲天而起，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一道白影忽然自云岚山深处浮现，旋即脚踏虚空，缓缓对着云岚宗广场而来。白影并未召唤斗气之意，可在虚空踏步而行的速度却丝毫不比海波东等人慢，每次脚步落下之处，虚空便是会荡漾起一圈圈涟漪，涟漪消散，人影却是早已经出现了100米之外，极为悬异。如此几次跨步，仅仅片刻时间，人影便是闪现在了广场中央那处石碑之顶，淡淡的目光扫过满是狼藉的场地，眉头微微皱起，笼罩着广场的威压在此刻也是变得浓烈了许多。悬浮在天空上，萧炎扫向那出现的白影，仔仔细细的上下打量着这位上一任云岚宗宗主。白影身着一套极为朴素的白色长袍，微风拂来，长袍飘飘，颇有一种出尘飘逸气息。他年龄看上并不是很大，脸庞上没有老人该有的皱纹，反而是犹如一块散发着豪光的温玉一般。要不是那一头雪白的长发，萧炎还真的难以将他认为是和海波东一个年代的强者。不过从下方那些云岚宗弟子脸庞上所浮现的敬畏来看，这人正是上一任云岚宗宗主云山不假。嘿，这老家伙突破斗宗后竟然是变得年轻了一些，看来突破那个障壁的好处还真是不小啊。望着云山的外貌，
海波东忍不住地咂了咂嘴，低声中的羡慕倒是未加什么掩饰。云棱，给我解释吧。你知道的，我说过，若非是极为重大之事，不要打扰我的进修。云山目光转向下方的云棱，淡淡的道：老宗主，您可是出来啊，若是再晚点，恐怕云岚宗就得被人给毁了。云山目光扫来，顿时让得云棱脚腕一软，双膝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老脸上的血痕让得他看上去尤为凄惨。云韵呢？眉头一皱，云山问道：宗主外出去了，还未归来。云棱急忙回道：简略说说事情吧，这么多年中，我云岚宗还是第一次被人破坏成这样。云山双手插在袖间，平淡的道。闻言，云棱精神一振，手指指向天空上的萧炎，大声道：老宗主，今日之事全部都是由他所引起。说着，云棱赶忙将萧炎与莫成之死间的一些嫌疑说了出来。当然，不得不说，云棱能够作为云岚宗大长老，也是有着一些不弱的处理事务的本事，所以在说这些事的时候，他将那强留之举说成了委婉的想要萧炎在云岚宗暂时歇息几天，直到事情的澄清。而这些话云棱也的确是当场说过，不过两者间挽留的口气却是天差地别，所以即使他这般说，却没人能够当场反驳。然后便是萧炎的反抗以及背后强者的轮番出场，最后他云棱以一种保护者的姿态，举全宗之力维持宗门声誉，可却依然不敌，这才不得不使用笛子将闭关中的云山请了出来。云棱所说的这些话大多都是实话，可是期间不经意地掺杂了点东西之后，如今事情的责任方则全部是变成了萧炎。广场之上一片安静，唯有云棱那略带着愤怒的声音不断地响起着。许久之后，当云棱终于说完之时，他有些悲切地道：老宗主，虽然莫成仅仅只是宗内的一个执事，可这些年对我们云岚宗的贡献却是极大，若是放任他随意被人击杀而无动于衷，日后还有谁敢为宗门效力？那不是寒人心吗？我云岚宗也并非胡乱冤枉人之辈，只是要那萧炎在宗内暂时待一段时间，等到事情澄清之后，若是冤枉了他，我云棱亲自向他赔礼道歉便是。可他却仗着背后有人撑腰，丝毫不将我的建议放进心中，在谈拢无效之后，竟然便是大打出手。虽然他本身实力不怎样，可却有着好些帮手。如今宗主不在，我也只能冒着打扰老宗主的风险，将您请出来了。天空之上，萧炎双臂抱在胸前，冷漠地望着那不断诉说着自己罪状的云棱。他已经放弃了任何的辩解，因为他也知道这没有多少作用，这人都是向内的，难道他能指望云山还来帮着他说话不成？听完云棱的诉说，云山脸庞上并未有着什么表情，缓缓抬起头，目光在广场四周扫过，淡淡的笑道：没想到今日的事情还闹得挺大啊，连嘉刑天、法码你们两个老家伙都过来了。嘉刑天与法码对视了一眼，笑了笑，指向天空道：那里还有一个。我知道，海波东吧，刚才出来的时候便是感觉到了他的气息，只不过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他竟然也还活着，我本以为他已被美杜莎女王击杀了呢。云山抬起头望着海波东道：嘿嘿，你这老不死的不也一样吗？海波东咧了咧嘴，脚步朝前跨了一步，刚好是将萧炎挡在身后，笑道：他便是萧炎吧？云山瞥着海波东身后的萧炎道：小子萧炎见过云山宗主。萧炎直视着那浑身散发着压迫气势的云山，不卑不亢地笑道：气度倒是不错，可惜就是弱了点。云山淡淡的道：云山，你17岁的时候，别说斗宗了，就是看见了一个斗王强者，也是激动的跟什么一样。海波东撇嘴道：17岁的大斗师吗？一直淡如清风的眼眸中终于掠过许些诧异，摇了摇头。云山抬头道：先前云棱所说，你们并没什么反驳的吧？哼，既然云山宗主相信的话，又何必再多此一问？萧炎略微有些讥诮的笑道：云棱的话我信一半，他的性子我了解。出乎萧炎意料的，云山却是摇了摇头。不过不管此事究竟谁对谁错，可
可将我云岚宗弄成这般模样，你们却是需要负些责任的。那云山宗主想要如何？我也不说那些留你做客的客气话，今日你们这一场大闹，对云岚宗声誉的损害并不小，这声誉必须挽回。既然你们几人能将我云岚宗搞得这般狼藉，那么便让我与几位切磋一下吧。云山淡淡地瞟过海波东、灵隐以及那悬浮在天空上体型庞大的吞天蟒身上，手掌缓缓探出袖袍，平静地道：你们可以一起。云山低头挽着袖袍，随意地添了一句：嘿，没想到这云岚宗也出了一个斗宗强者，如今倒是能够勉强挤进大陆一线势力之列，可惜比起当年的云破天，似乎还是差了不少啊。灵隐身形闪动，出现在萧炎面前，正对着下方的云山嘿嘿笑道：你是大陆上的强者吧？不知道是哪方势力？虽说我闭关已久，可对于大陆上的势力倒还是略知一二。挽动袖袍的手掌微微一停，云山抬头道：这可不能透露。灵隐摊了摊手，旋即脸色略现凝重，沉声道：不过在此提醒你一声，莫要以为成为斗宗强者便能为所欲为，这个小家伙，奉劝你最好不要妄动他，否则日后你绝对会后悔的。在这大陆上，有能力毁灭你云岚宗的并不少。云山眉头轻皱，望向灵隐，这是威胁。你也可以这样认为，不要怀疑我所说的话的真实性。灵隐针锋相对地盯着云山，低沉地道：你们一起吧，云岚宗这么多代累积的声誉，不能断送在我手上。不过若是你们能从我手中离开云岚山，那么今日之事也就一笔勾销了。叹了一口气，云山不再说话，身体毫无预兆地缓缓升空而起，澎湃的能量竟然是让的周围虚空都是略微有些震荡了起来。脸色凝重地望着那升空而起的云山，海波东与灵隐对视了一眼，前者转头对着萧炎沉声道：你让你的那条大蛇护着你吧，我与他阻拦云山。你们小心。萧炎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目光忽然转向灵隐，道：这位老先生，不知您……别问关于我的事，等你离开了云岚宗，我也就会离开加玛帝国，日后时机到了，你自会知道。挥了挥手，灵隐率先打断了萧炎的问话。闻言，萧炎一怔，旋即苦笑着点了点头，只得震动着双翼退后了开去。唉，没想到最后还真的是把云山这个老家伙给惊动了出来。望着天空上的局面，法码摇了摇头，叹息道：斗宗啊，嘿，这个老家伙竟然真是成功了。嘉刑天咂了咂嘴，脸庞上有些掩饰不住的艳羡。他如今已经位列斗皇巅峰，只要再进一步，也同样是能够进入那个令人向往的境界。可惜就是那一步之差，却是让的嘉刑天修炼了好多年，却依然止步于此。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调和一下？法码皱眉道。没用的。嘉刑天摇了摇头，目光扫过下方场中，望着那些昏厥过去的云岚宗弟子以及破裂的广场，苦笑道：这次萧炎他们的确是狠狠扇了云岚宗一个耳光，为了挽回声誉，云山必须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打败他们。当然，或许他事后也并不会太过难为萧炎，毕竟萧炎背后的那神秘支持者也让得他颇为忌惮，所以在未搞清楚萧炎背后神秘势力之前，云山并不会随意动他。海波东和那灵隐能打过云山吗？法码微微点了点头，旋即又问道：很难。广场，云棱望着那升空而起的云山，再瞥向远处的萧炎，眼中不可察觉地掠过一抹阴狠与得意的冷笑。海波东，念在以往的交情份上，你若此时退去，我可以不计较你先前的出手。与海波东两人平行悬浮在天空上，云山淡淡的道：哎，动手吧，此时说这些也晚了点。海波东叹息着摇了摇头，双掌旋动间，白色的冰寒气息自其体内满溢而出，顿时周围温度骤然降低。让我来瞧瞧，进入斗宗之后的你，比当年究竟能强到什么地步。海波东轻吐了一口气，双掌猛然一扭，十几道足有半丈宽许的雪白圆形冰刃忽然凭空自面前浮现而出，高速旋转间残影不断，并且还发出阵阵呜呜声响。
一旁，林颖也是脸色逐渐凝重，袖袍轻摆，诡异的黑色影子在脚下不断吐缩着，手掌微握，黑色气息急速凝聚，转瞬间之后，竟然便是再度形成了一把2-3丈长的黑色长枪，长枪微摆，枪尖之处空气荡漾。萧炎，走！沉声喝了一句，海波东手掌前推而出，那10几道巨大的圆形兵刃猛然间划破长空，对着云山爆射而去。在海波东攻击之刻，那林英也是一把握住黑色长枪，身体一扭，旋即狠狠投掷了出去。兵刃以及长枪带着令人恐惧的强大压迫，径直对着不远处的云山射了过去，沿途所过之处，竟然是在空中留下了2道长长的印痕。在两人发动攻击之时，萧炎便是双翼一震，轻巧地落在吞天蟒脑袋之上，一声催促，吞天蟒立刻转身，庞大的身体所展现出来的速度却是极为快捷。瞧得海波东两人的反应，云山摇了摇头，也不再废话，双手缓缓举起，遥遥对准那爆射而来的圆形兵刃以及黑色长枪，嘴巴微动，淡淡的声音倾吐而出，封闭。随着云山声音落下，天空中狂风猛然大震，一道几乎是横跨了半个天空的深青色巨大风墙，眨眼时间便是急速成型。那风墙的庞大程度，让得下方无数人有些目瞪口呆。砰！圆形兵刃以及黑色长枪瞬间便是到达封闭表面，两者相撞，霹雳般的炸响，响彻天空，一道道能量涟漪从碰撞处扩散而出。不过那庞大的有些过分的深青色封闭，却竟然是没有半点摇摇欲坠的感觉。海波东以及林颖的联合攻击，似乎对云山的防御来说没有造成多少威胁。望着那横跨天空的庞大封闭，海波东与林颖脸色也是略微有些变化，眼角瞟了一眼飞射而出的吞天蟒，云山右手对着他的飞行路线一挥，风声大震，一道巨大的封闭猛然出现在吞天蟒之前，惊得后者急忙强行拔高身形，方才避免一头撞上去的危险。万风缠缚阻拦了吞天蟒的飞行路线之后，云山手掌猛然对着海波东与林颖一握，顿时由狂风汇聚而成的10质风绳铺天盖地涌现而出，风绳互相缠绕，最后宛如一条条长蛇一般在虚空穿梭而过。片刻时间，海波东与林颖便是猛地发现自己两人竟然已经不知何时被缚绑了起来，当下体内斗气急涌。可惜每当他们震断一些风绳之后，却是有更多的从空气中呼啸而出，将两人越捆越牢。呼，不愧是斗宗强者，明明所使用的攻击方式并不算出彩，可2名斗皇强者在他手中却竟然是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这就是两者间的差距吗？望着天空上那仅仅一回合便是被云山束缚了身形的海波东两人，嘉刑天等人不由得感叹道：看来萧炎他们这次是彻底的栽了呀。在将海波东两人暂时的束缚起来之后，云山眼光瞥向了那正打算绕开拦路风墙的吞天蟒，脚步朝前一踏，再次出现时赫然便是已在吞天蟒之前。睁着蛇瞳，吞天蟒望着那闪现而出的云山，巨嘴一张，蕴含着剧毒的七彩液体对着云山暴涌而去。手掌轻挥，风墙出现在身前，七彩液体倾洒而下，将犹如实质的风墙迅速腐蚀成一片虚无。然而当吞天蟒刚准备继续趁势攻击之时，巨大的力量猛然自尾巴之上传来，脑袋扭转一看，只见那本来该在前面的云山竟然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他的尾巴之上。下去吧。脚掌轻跺在吞天蟒尾巴之上，庞大的力量让得吞天蟒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声，旋即身体猛然下坠。砰！吞天蟒重重地砸在广场的一角之上，顿时坚硬的广场直接被他那巨大的身躯给压得崩裂了开去。噗嗤！先前云天在发出暗劲之时，由于萧炎也刚好是在吞天蟒身体之上，因此也是受了一点暗劲侵蚀。凭他大斗师的实力，虽然仅仅只是一点暗劲，可却依然是让得他脸色苍白的喷了一口鲜血出来，从吞天蟒脑袋上滑落而下。萧炎抹去嘴角血迹，偏头望着那蛇瞳暗淡的吞天蟒，牙齿不由得咬得嘎吱作响。你们输了。清风刮过，云山的身影
再度宛如鬼魅般的出现在萧炎面前的半空处，淡淡的道。嘴角微微抽搐，萧炎呛的一声抽出背后玄重尺，遥遥指向云山，一口将嘴中血迹吐出，冷笑道：还有我呢。云山缓缓落下地面，然后在众目注视下一步步地对着萧炎行去。嘶！瞧得接近过来的云山，吞天蟒嘴中发出几道尖锐的嘶鸣声，可惜这却并未使得云山的步伐有所停留。某一刻，当云山越来越近时，吞天蟒巨尾猛然一甩，带起巨大的阴影，对着云山狠狠砸了下来。那铺天盖地而来的阴影并未让得云山脸色有所变化，不经意地对着上方轻挥了挥手，足有7、8丈巨大的青色能量手印凭空浮现而出，旋即拍上了吞天蟒的巨尾，其上所蕴含的巨力竟然直接将吞天蟒的尾巴扇到了另外一个方向，而那尾巴所过之处，10几根参天大树被拦腰砸断。嘶！尾巴上传来的剧痛再度让的吞天蟒发出一阵嘶鸣，嘶鸣声中蕴含着难以掩饰的痛楚。淡淡的看了一眼体型庞大的吞天蟒，云山眉头也是微微皱了皱，这个大家伙的抗打能力远远超出了一般的5阶魔兽。蛇瞳泛着赤红，死死地盯着接近的云山。吞天蟒巨嘴一张，7彩液体再度喷出，不过这一次云山却是没有半点闪避，闲庭信步的径直从液体中穿过，身体上竟然是连衣袍都完好无损。踏动的脚步缓缓停住，云山淡淡地望着面前的萧炎，手掌抬起，然后对着萧炎轻飘飘地落了过去。死死地盯着那越来越近的手掌，萧炎脸色一片涨红，因为他发现在这一刻自己竟然是动弹不了丝毫身形。别反抗了，在云岚宗待半年时间吧，我并不会伤害你，不过你却需要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一点代价。望着死命想要挣脱束缚的萧炎，云山平静的道：死！身后吞天蟒巨嘴狠狠对着云山噬咬而去，可惜却又是被后者一巴掌打翻了过去。手掌在漆黑眼瞳中不断放大，萧炎紧握着玄重尺的手掌也是颤抖得越来越厉害，脑海之中此时一片安静，唯有自己心脏不断跳动的声音。安静的世界中似乎有种极为庞大的力量正要汹涌而出，然而当这股庞大力量正即将涌出的刹那，却是猛然一滞，旋即闪电般的退了回去，宛如从未出现一般。在那股庞大力量退回之时，萧炎那安静的状态也是随之打破。抬头，云山的手掌距离自己肩膀已经仅仅只有半公分距离，顿时绝望的情绪攀爬上了心灵。死！紧急关头，萧炎身后的吞天蟒忽然仰天长鸣，剧烈的强光也是猛然自其体内暴涌而出。吞天蟒的异变立刻吸引了全场目光，就连那云山也是眉头微皱地盯着那一团强烈光芒。然而某一刻，一直平淡的脸庞终于是豁然大变。萧炎身后强光之中，修长圆润的玉手忽然轻巧探出，看似缓慢，却是刚好将云山的手掌阻拦而下。两只手掌相触的刹那，大地猛然震动，地面之上一道道恐怖的裂缝蔓延而出，宛如地震一般。老家伙，刚才打得爽了吧？妩媚的几乎令男人骨头酥麻的清冷声音缓缓地在广场之上响起，顿时一些定力稍差之人脸色便是犹如火烧云一般红了起来。无数道目光顺着声音转动，当他们看见那站在萧炎身后的妖娆妩媚人之后，却都是不由得呼吸一滞。然而更多知情的，比如海波东，则是一脸惊恐。萧炎咽了一口唾沫，缓缓转过头来，一张极冷艳、妩媚、妖娆于一体的完美脸颊出现在了视线之中。